时候我们滑手机啊，看到勃起障碍，男生就会很好奇，就会点下去看忽然间就想到说，牙周病跟这个部分这个病之间有没有关联性？那我们就去查。保牙、保龈、保笑容，一起照顾你的口腔健康。我是三宝牙医家庭牙医吴医师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牙周病跟勃起障碍的部分。有时候我们滑手机啊，看到勃起障碍，男生就会很好奇，就会点下去看忽然间就想到说，牙周病跟这个部分这个病之间有没有关联性？那我们就去查，真的好像有一点关联性呢所以如果你的身边另外一半有这个问题有牙周病的问题，有口臭的问题，你一定要跟他去检查看看有没有牙周病牙周病我们先简单的再帮大家复习一下，牙周病主要是牙齿周围牙齿周围牙齿跟牙龈之间藏污纳垢造成的发炎、疼痛造成的所以它的破坏它就很多细菌卡在里面，慢慢的会侵蚀下面的牙床骨头，造成发炎，就会导致牙齿脱落所以它里面很多细菌很脏，这些细菌会跑到我们身体里面，所以很多研究都会指出牙周病跟全身性的关系另外一个勃起障碍就是无法勃起的开始就是勃起障碍，所以这个就是有这些问题所以牙周病我们去看去 Google 你有时候就会看到这个肛底结石跟哪些有关系，前列腺也有关系，心脏病癌症或勃起不能这些都有它的致病机转也不是我在讲的啦这是现有的 Google 我们看到有现有的图，它这些细菌跑到我们身体里面之后这些造成我们的内皮细胞的一些损伤这些致病源就会进入到我们血液，造成我们血管内皮的损伤，这进而导致我们那个一氧化氮NO 一氧化氮的释放跟排出因为一氧化氮心脏血管怎样扩张你勃起的时候就是需要这个 NO 这个东西，以导致血管扩张，那血流才能进去，免疫才能充血这样子所以这个研究10多年来已经有几百篇的研究所以大概从2013到现在已经有很多的文献都纷纷指出，也不是只有一篇所以我们今天主要看的这一篇是2021是很新的2021已收录在美国男性健康期刊 American Journal of Men's Health 里面的 Systemic Review 跟 Meta Analysis 就是系统性回顾跟那个 Meta 分析它已经是回顾性的文章。所谓回顾性的文章就是别人做了很多，有些人做有些人做没有关系所以我们把所有的研究把它做选择，然后做评分，然后再去看比例，到底这些实证来说到底是有还是没有，因为有些人说有，有些人说没有，那到底来说我们就会做一个系统性的评估这样子那总共收录了1000篇文章journal再从里面筛选出几篇这样子总共筛选出了6篇，我们去跑那个实证医学 Meta Analysis， 然后去看那个比例这样子有兴趣的人可以再停下来看结果证实它的 odds ratio ODDS 这个 odds ratio 是往右边，就是跟牙周病是有相关的跟勃起跟牙周病之间是有相关的，所以它这个实证医学的等级大概有分5种，我们再简单回顾一下。实证医学的部分有分5种等级，就是1、2、3、4、5。最低等的是案例报告，我有一个病人有牙周病，他也要看那个泌尿科，这个叫病例报告。接下来就是 case serious， 就是 case 很多，我们收集了几个有这个问题接下来就是同质性的个案研究或世代研究 cohort analysis 去做最高等级的，低等级就是像这种系统性回顾或者是对照实验去做的所以它的实证来说是非常高等级，所以是非常可以相信的部分。所以身边有人有这个问题
或者是另外一半有这个问题啊，也要看一下他的嘴巴闻起来臭不臭啊，刷牙有没有容易流血啊，有没有牙周病的问题啊，赶快把牙周病治疗好，对大家都好，对你也好，对他也好，对大家都好。之后牙周病跟系统性的关系，有兴趣的我们再选几篇文章跟大家分享。好，谢谢记得按赞、分享跟订阅哦，谢谢，拜拜。